今天我们来聊聊 AI 的智力极限。首先，我们简单的说明 AI 的运作。AI 的演算法包含两大核心技术：深度学习以及模糊运算。不论什么样的 AI， 都需要大量的资料进行深度学习，才能实现所预期的 AI 系统。而所有的资料都是人类既有的产出，所以 AI 可以视为群策之力，其中的群都由它的学习资料的广度来决定。AI 产出的结果当然也受限于它的资料范围。举例来说，如果只将标记好类别的猛犸象和老鼠的影像输入到深度学习模型中，那么最后将猪的照片给 AI 辨识 ，AI 会给出什么结果呢？如果是个有獠牙的山猪，那么 AI 会告诉你那是猛犸象；如果是养殖猪，那么 AI 会告诉你那是白老鼠。AI 不会给出在它学习资料范围之外的答案。AI 建立在人类既有的产出之上，是一种群策之力的系统，所以不论 AI 多么强大，它都会受限于人类此时此刻之前所有既有的产出。过去的电脑运算系统需要正确的结果，也就是精确运算。但是人类的思维方式并不是非黑即白，而是包含各种可能。人工智慧必须模拟人类思维中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，也就是模糊运算，例如语义理解。当然，模糊运算仍受限其模型的运作方式，所以无法在既有模型中模拟人类的跳动、善变等跨模型的思维。真正的创造力，人工智慧的强项，简而言之，就是以超越目前人类极限的效率，来进行资讯再制或伪造，整合各种人类既有的产出后，产生再制品，包括分析、归纳、统整、生成等等。以生成图形为例，一个以毕卡索风格画的猫，就必须先要有既有的毕卡索风格以及猫，来让人工智慧进行深度学习。人们可以透过与人工智慧互动，持续修改，最后画出新的物种，或用自己的画作让人工智慧模拟出新的绘画风格。但真正的创造者都是人类，人工智慧无法真正的自行创造。另一个例子，在 ChatGPT 问，给一个圆规、一把直尺和一张纸，纸上有一条线段，如何画出这条线段的垂直平分线？ChatGPT 的回答会是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，是人类既有的答案。那么，身为人类，我的解法是：你只需要将线对折，折痕就是原线段的垂直平分线。人工智慧无法真正的跳脱既有的框架来实现创造，真正的创造者都是人类。人工智慧都会受限于人类既有的产出以及运算模型，即使是故事、小说、新闻、漫画、戏剧、短片、电影，甚至是谎言也不例外。职业变革，纵观人类历史，工作形态从来不曾是一成不变的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一直都有新形态的职业出现，当然也会有不合时宜的职业被淘汰，消失在历史的舞台。工业革命、网络崛起都带来工作形态的大变革，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职业。人工智慧的崛起当然也不例外。即使是现有工作被人工智慧取代了，人类也将会有许多崭新的工作可以转换。人类都有好奇心，也有喜新厌旧、容易无聊的特性。世间的变革，无疑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礼物。人工智慧是超级秘书，辅助人类将效率最大化；人工智慧是群策之力，将人类福祉最大化。借由人工智慧，让工作更顺手，生活更美好。感谢你的收看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，我们下次见。